为何解放军驻港部队和驻澳部队每年都要轮换？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驻港驻澳部队。作为我国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之一，驻港部队和驻澳部队一直都拥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驻港部队组建于1996年，于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日正式进驻香港特区。它是我军中规模最小、最特殊的三军合成化部队。虽然人员总规模才6000左右，但却拥有正军级的部队编制，其司令员和政委也都是副大军区级高配领导。同样，驻澳部队也十分特殊，其于1999年组建，同年12月20号澳门回归，驻澳部队也在此时正式进驻澳门。相比前者，因为澳门地区地域及人口规模要小很多，驻澳部队的人员配置仅在1000人上下，队内只有陆军力量。但编制了少量的海空军官，武器装备也主要以轻武为主。可即便如此，驻澳部队也拥有异常特别的地位，规格为副军级，只比6000多人的规模的驻港部队低了半级而已。两支部队之所以拥有如此特殊、高于自己本身规模的编制级别，主要原因离不开二者驻地，也就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本身的特殊性。也正因这种特殊性使然，驻港驻澳部队的轮换频率才会极高。两支部队的基层士兵皆是每年都需轮换一次，即便是高等级的军官，正常服役年限也只有3到6年，最多6年期满就得轮换出岗。因为港澳特区的性质特殊，驻港驻澳部队享有的级别待遇也都非常高。那这与二者的轮换频率极高，一年就得轮换一次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得说到港澳地区特别在哪里了。咱们都知道，香港、澳门之所以叫特区，根本原因是他们与内地不同，实行着一国两制的行政方针。咱们国家的主体制度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港澳地区却依然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发展。两种不同的制度必然会导致香港、澳门公民与咱们内地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社会环境也因此大有不同。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受当地的社会环境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转变，即便是军人也同样如此。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发生，驻港驻澳部队均设立了很多规章和制度。比如士兵除穿军装供出外，不能随意外出；再比如不可单独外出，只能集体出行，不能在服役期间出入驻地的娱乐场所。这些制度的制定多多少少都有杜绝军官思想观念被影响等方面的原因。驻港驻澳部队士兵1年轮换一次的规则自然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义务兵于港澳特区服役1年，随后会回到内地，要么退伍转业，要么与我军其他部队继续服役，并不是说从驻港或驻澳部队轮换回大陆后就一定会直接退伍。出于港澳特区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为了避免驻港驻澳士兵在思想和观念层面被特区社会影响，驻港驻澳部队一般都是1年轮换一次义务兵。那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当然有。第二个因素也是出于对士兵本身的体贴和关怀。驻港驻澳部队因其驻地的特殊性，他们肩上的责任是非常沉重的，不仅在平时要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当地军事设施，还得承办相关的涉外事宜。当然，最重要的职责是抵抗侵略，保证国家领土和特区社会的绝对安全。在如此众人面前，驻港驻澳部队由于地域限制，人员及装备规模又非常有限，这就使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肩上的担子都极其沉重。一个士兵如果在这样高度紧张、辛苦的环境里待太久，自然会感觉身心疲惫，对士兵个人或整个部队体系都会造成影响，这也是部队每年都轮换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因素则是给部队创造更多新鲜血液，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予更多后备力量发展的机会。什么意思呢？一个部队如果人员配置一直不变更，在士兵个人身心俱疲的同时，也会影响整个队伍的思想及行动力。每年一轮换能使驻港驻澳部队时刻保持活力，同时不断引入新兴力量，增强部队凝聚力。另外，很多人不知道，驻港驻澳部队虽然正式成员都进驻在港澳地区，但其背后却都有庞大的后备力量，那就是位于广东深圳的驻港部队深圳基地，以及位于珠海的驻澳部队珠海基地。这两个基地专门负责培养和输送两支部队的后备军，每年的轮换也是从这两个基地里挑选人员。我们都知道，驻港驻澳部队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无论是身材样貌、作战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都得是拔尖中的拔尖，才有资格入选驻港驻澳后备军。每年那么多人才进入后备基地，如果驻港驻澳部队轮换频率不高的话，很有可能耽误这些后备力量最佳的服役年限，导致许多人还没真正进驻港澳就退伍了，造成大批人才浪费及流失。为了给予这些优秀后备军都能有机会去驻港驻澳部队提升自己的机会，部队每年都轮换也就很合理了。